做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代 TV1:100比例系的迪士尼系列的强袭自由高达。本款模型的定价是2600日元，目前没有再版，现货价格也是在200多块。虽然正版没有再版，但是这一款 TV 强袭自由至今仍然有翻模的存在，虽然做的纯粹是一坨屎就是了。由于万代的这一款金色成金色零件质感非常差，很硬很脆，就导致拼完了摆动作的时候或者换武器的时候，有的零件真的是苦断。不得已，我选择了买这个作为补件。除了零件问题，这一款模型在身形比例上我做的，我个人感觉也是 TV 系列最差的一个。那么本期视频就来看一下这一款 TV 强袭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另类的存在。这一款强袭自由我也是收到了一个出版，这个峰会老实讲实在是太经典了，因为我总感觉能在各种盗版里边看到这个图片。印象里还有翅膀全换成金色的版本，出版的盒子也要更厚一些，侧面也有初回限定的文字样式，并且强袭自由的内核是屎黄金的颜色，不好看。盒子背面也是有一些峰会，出版特点依旧是透明支架地台和跨步改件，和之前介绍的 TV 命运是相同的配置。那么我这盒里边的东西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还有当年的这个是调查表还是补件表就不太清楚了。另外还有一张商品的宣传图，可以看到上面是包括了 FG、HG、TV， 甚至还有 TV 的1:60。不过1:60的在这张宣传图上只有一个脉冲高达，而后续的 TBC 的系列的1:60机体其实还是蛮多的，算是按照出货顺序排布的，并且还有对应的价格。而这里边的 TV 强字当时还未发售，没有实物图，放了一张很帅的图片，估计也没想到最后的实物会是这样的吧。本款模型一共是15块板件，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基础内容物包括说明书，没有什么另外的东西。然后就是补色贴纸，时至今日的部分强袭自由产品还在用这张规格的贴纸，主要补色的地方还是光束步枪和头部监视器。另外在人物立牌方面和命运一样，是给了基拉和拉克斯两个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后续我们介绍无限正义的时候还要吐槽。出版特点依旧是蓝色透明支架还有跨步改件，透明件的效果是挺不错的，挺漂亮。基础的皮带件和光束军刀特效件就不看了。另外光束盾牌特效件和命运是一样的，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凸起细节，并且这个盾牌我感觉对比其他产品的强袭自由的尺寸要更长一些。那么剩余板件我感觉都不是太重要了，最主要的还是看一下这一次的金色零件，颜色真的很难看，并且水纹不是一条，而是很深的一坨。另外这一块板件最大的问题就是材质比较硬比较脆，拼装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全感。除此之外，剩下的板件都是基础的素质，深色零件会比较埋汰，效果一般。白色和蓝色零件的棱角处理依旧是很舒服，并且表面很整洁，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质感的。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强子主体、人物立牌、替换藏银手、光束步枪、光束特效件，出版限定的多一个地台和跨步改件。人物立牌的话依旧是基拉和拉克斯，还有一些二人的文字介绍。不过我还是想吐槽一下，这个图片里给的是自由高达，还不是强袭自由。本款模型的贴纸补色主要集中在了头部前后的监视器、眼镜，还有光束步枪的蓝色贴纸补色。对比生命图的颜色，这个金色关节的处理也算是戴哥做对了。这么一对比，确实有点欺负人啊！在命运视频里边把 MG 和 TV 放在一起，我还感觉两个各有千秋，甚至 TV 命运看着更舒服一些。而到了强袭自由这里，我实在是说不出这句话。在体型方面，我认为 MG 比 TV 好的实在是太多了，更不用说后面多次再版人气依旧不减的 MB 造型强袭自由。不过我这个是龙头子当年发售的合金强字，不是万代的。话说我这个没放几年，怎么感觉都开始生锈了？那么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TV 模型系列也并非是以完全还原动画造型为主，主要还是还原设计师风格为主。这一款强袭自由的设计师依旧是大河原邦男，对比设定图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大体上都是一个风格，但细看的话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并且无论是这张图也好，还是实物的强字，都会给人一种短粗矮胖的即视感，反而不是 TV 命运那一种充满力量感的主体。首先我们来看头部，硬要说的话，这个头其实做的问题不算太大，面相比较正，并且凶狠劲儿也有了，部分角度下这个头还是蛮帅的。不过这个头做的有点实在是太圆了，看着比较大，和主体放在一起比例有点怪怪的。对比图片也能看得出来，黄色天线的尺寸模型上是做小了，张开的角度感觉也有些做大了，并且面罩尺寸模型的会更大一些。另外还得说一下，本狗模型面颊的两侧灰色是需要自己补色的，模型上是没有分色。头部的可动也是比较基础，脖子下端前后活动会比较松。头部的话就是常规的球形关节，紧实度还可以，侧摆的可动角度也会稍微大一些。
胸部对比图中造型，感觉尺寸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两侧出气口这里区别就比较大了。模型上并没有做出这种倾斜的角度，驾驶舱的位置也没有拉得那么长，对比之下，模型上的驾驶舱会更凸起一些，而两侧的出气口也没有做出转折，头身比例二者的区别也挺大的。胸部的分色处理做的还是比较优秀，都是通过分件实现的分色。那么这些我感觉都不是这一款模型胸部最大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整个胸部对比之下实在是太短了，尤其是这两个大长腿往这一放，就感觉胸部就只剩下一杆了。本身驾驶舱隆起的还比较大，更显得这个腰部就特别短。腰部的磁轨炮并没有像后续我们看到的各种模型是放在胯部那个状态，而 TV 强行自由是直接给腰子嘎了，后面掏了个孔给装进去了，感觉会很怪。并且这个结构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腰部完全没有平转，正好卡在这里。磁轨炮的常规玩法都有，比如展开呈现攻击样式，不过炮口的结构 TV 模型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往常见过的炮口都是方形的，而 TV 这个是带有一个尖儿，可能是想凸显一点攻击性吧，但是总感觉看着怪怪的，并且尺寸也比较短，而且磁轨炮根部是方形卡榫连接，也就导致这个部分只有一点侧摆活动角度，很烦。侧面还有两把光束军刀剑柄，旋转可动是正常的，不过卡的并不是特别紧实，会容易秃噜。另外，这个光束军刀剑柄根部没有设计对接卡榫，也没有像传说高达那样给一个连接的剑柄，玩法简易。把磁轨炮放在腰部后面的设计也有，直接活动关节，然后向内推，把卡榫固定进去就可以了。后肩甲是不可动的设计，前肩甲是基础的球形关节连接，调整位置的话也是常规表现。因为我手中的这一款是初回限定，所以也有和上次做命运一样的胯部角度改件，直接拆除更换大腿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但是命运的那个还好一些，腰部有平转，还能调整角度。强行自由这个即便是更换了改件之后，由于腰部是不可动的，摆一些带有一点点张力的动作也会看着非常怪。肩甲和手臂的尺寸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肩甲整体比例会比较大，只能说在观感上进一步压缩胸部的尺寸。不过图片上并没有肩甲下方的这个刻线，算是模型上加的。那么分色处理这个部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还行。手臂对比图片，在手肘的位置依旧没有做出凸起，纯平面。而且强行自由明明是在命运之后出的，却没有和命运一样的肘部卡榫填充零件。小臂部分对比之下会短很多，并且手肘这里空档也会特别大。对比图片的话，这个部分还多了一个方形刻线，如果想要还原设定的尺寸，可以直接反过来进行安装，这样手肘的空档也会被挡住，但是这样的话整个手臂就完全没有可动了。手臂护盾这里是缺少了黑色的分色，这个问题老实讲不应该出现了，并且这个部分还多了一条刻线。设定图里边整个手臂护盾就像是一个正常的弧形状态，一体性会好一些，但是这款模型上的红色零件后半部分凹进去了，前面还凸出来了，破坏了一体性。光束盾发生器的玩法也是比较常规，直接拆除红色零件替换特效件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强字的光束盾特效件应该是我目前看过最长的一个，上面的各种凸起纹路做的也确实很棒。本款模型提供了2对造型手，这2对我真的是直接想扔了。前面提到的金色零件特别脆的问题开始显现。握持手型依旧是常规造型，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拆除更换造型手的时候，前端的卡榫酷断，怎么拆都会断，到最后一点握持力度都没有。另外一对开张手型从板件上剪下来，手指就断了。造型手的球形关节插拔几次以后就会有点松，效果比较一般。手臂的可动比较基础，肩膀是带有一段引出关节，幅度比较小，并且需要注意力度。上下角度调整也有，但是幅度会更小，并且我实在是不太敢碰了。肩甲和手臂连接是和手臂连接在一起，带有一些基础的可动，上臂的平转，手肘的90度可动，也都算是大多数 TV 模型的基础配置了。TV 强字的腿是非常粗壮的，并且还很长，属于是单看还行，放在主体就会很怪的状态。对比设定图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但是我个人感觉本款模型上半身的零件棱角和转折处理都会非常的锐利，最明显的就是肩甲这个部分，而腿部整体的棱角反而会比较肉，过渡会比较圆滑。如果这些部分能做得再锐利一些，可能造型也会更好。那么腿部能收缩的部分，估计也就是小腿后方这个可以展开的推进器，内部是提供了红色的喷口分件。另外设定图里边这个大的方正的脚掌也有做出来，接地会特别稳，在脚部把玩的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膝盖关节的锥形卡榫，我其中的一个好像是力气用大了直接断了，剩下的可动都是 TV 系列的常规表现。脚腕里边的关节就是一个简单的锥形卡榫和皮带件，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极限角度。2把光束步枪也是基础配置，上面的蓝色条纹都是贴纸补色，好像好多强字这个部分都是贴纸，
两侧的卡榫为固定结构。不过对比 MG 这个部分的区别就是为了对称设计 ，TB 光束步枪在白色零件两侧都开了口，而 MG 算是为了单侧的完整性只开了卡榫那一侧的孔，并且简单对比一下也能看得出来二者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MG 的会更修长一些。光束步枪的组合玩法，本款模型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直接简单拉拽变形就可以完成。不过在准镜的部分，内部是并没有提供贴纸，也没有细节，会很怪。两把枪还可以挂载在裆部的侧面，但是吧，这个部分是方形卡榫插圆形 PC 件，稳定性比较一般。背包尺寸没有问题，甚至我感觉比命运那个小鸡翅观感会更好。背包和主体连接是一个柱形卡榫加一个方形卡榫，两侧翅膀根部的柱形卡榫非常紧实，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或者建议给它打磨一下再进行活动。翅膀也是分成了4个，比较薄，都是通过柱形卡榫和 PC 件进行连接，这个部分就比较松了，容易脱出，把玩是非常难受的。翅膀这里还可以张开活动角度，龙骑兵也能单独拆除，不过内部是没有金色内衬的。虽然没有提供这个玩法，不过龙骑兵卡的也算是比较紧实，所以也可以像我这样更换一下角度，让整体呈现出一个释放状态。总的来说，这一款 TV 强行自由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虽然 TV 产品线的模型本身质量都比较一般，但是这个强行自由在这一大堆模型里边实在是不太行。不过对我个人来讲也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又多了一个正比例的强行自由，正好能摆放在一起。至于其他的，我好像真的说不出来什么了。那么至此，万代 TV 1:100比例 Seed Destiny 系列的视频已经是完成了10款模型。如果把还没有做的雷扎古和露娜扎古这样的同模换色也算完成的话，正好完成了12款产品。该系列一共24款产品，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但是吧，这个拂晓我还在考虑，毕竟之前也有做过高高 TV 拂晓的视频，这个就到时候再说了。而剩下这几个不太好收，价格也不太便宜，我尽量在半年之内把它们都做全吧，虽然也不知道能不能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